整个现在汽车行业的话，也是内卷的非常厉害，像小鹏啊、特斯拉啊、蔚来啊这种新能源车企，其实已经是卷得非常厉害了。像国产品牌的一些车型，其实跟他们的竞争力其实还是有点差的。现在互联网行业，您还推荐人家进入吗？现在如果说你真的是很优秀的话，我觉得可以。如果说你的能力一般的话，我建议，还是不要选这种行业。对。美女你好。你好。请问您认为在上海20万年薪是个什么样的水平？就是一个居中的水平吧，因为我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左右吧。您认为在上海就是大概什么样的行当啊，能够赚到20万年薪？可能以上。国企、央企。那您觉得赚到20万年薪的人多吗？年轻人也赚到20万年薪的人多不多？可能挺多的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对这方面的那个消息比较的不太了解，对吧？对。就按照您的感觉，在上海想要过得还不错，大概要多少年薪才能达到这种水平？这个我觉得就是丰俭由人，你多少消费水平，你就是多少的年薪嘛，它是匹配的。你要是经常去那种人均2-3千的，那肯定不够，对吧？是。对，但是如果你要周末去吃个饭什么的，就是估计20万很好了吧？已经很不错了，对吗？如果没有很多贷款的话啊，就是房贷、车贷这些的话，就是债务不要太多。对。我冒昧问一下，您是做什么行当的？我是做能源行业的。哦，您是大企业的吗？对。哦，那你们这个行业是不是整体年薪还是可以的，比较高的这种？就刚刚说的那个水平差不多。差不多是吧？对。最近不是特朗普给我们加征了很多关税嘛？这个情况会对你们这个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吗？您觉得？会产生，如果是这2个月的话，可能那个影响比较的小，但是要是长期从上游采购方来看的话，那可能影响还挺大的，因为我们有一部分资源也是要依赖进口的。好的，非常感谢你，美女。先生你好。你好。想问一下，您认为20万年薪在上海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？我觉得中等吧。中等。对，偏中等，偏下一点点吧。您觉得在上海能拿到20万年薪的人多不多？一般，不会特别多吧？不会特别多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差不多很多人都是1万多一点点那种一个月。是比较普遍这样。对。那您觉得什么样的行业它能达到20万以上？可能现在像互联网或车企这种吧。比较好一点。对，这种行业会比较好一点。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会，薪资会普遍偏低一点。对，而且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裁员。比较难是吧？想冒昧问一下，您是属于什么行业的？我是互联网行业。互联网行业。对。现在互联网行业，您还推荐人家进入吗？现在如果说你真的是很优秀的话，我觉得可以。如果说你的能力一般的话，我建议，还是不要选这种行业。所以说，互联网行业是不是也是非常卷的？对，很卷，压力很大的。对。但是它薪资相对来说上限会高一点，会不会？现在也要看吧。对，可能很多大的公司给的会多一点，但是现在小的公司现在都在，那个词怎么说来着？就是裁员，然后叫什么增效？降本增效，对，现在都在降本增效，然后把以前薪资高的人给裁掉，然后再找薪资低的人过来继续做这个岗位。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对，那很难。你觉得在上海薪资达到多少，就相对来说生活的比较的体面，比较舒适？月薪吗？月薪。月薪我觉得至少要有1万5以上吧。会，我觉得1万5到2万以上会好一点点。如果说，1万5以下或者1万以下的话，我觉得就会很辛苦在上海。对。好的。好，谢谢您，先生。先生你好。你好。您觉得20万年薪在上海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？
还可以了，就是衣食住行应该够用了，够用了。够用，仅仅够用吧，应该。那您觉得在上海赚20万年薪的人多不多？还挺多的吧，我觉得至少应该有，年轻人里面可能有一半有没有都能赚到这个钱？可能是吧，可能圈子里面差不多这样吧。想问一下，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？券商。像你们这个行业，您觉得整体年薪上20万的容易吗？看自己的资源，看自己的努力吧。如果你有资源够努力的话，是不是太难？反正是没有太大问题。对。那您觉得在上海要赚到多少年薪才活得比较的舒服？看自己的物欲吧。就是你的物欲比较低的话，你可能赚10万就很舒服。那你物欲够高，你一年赚2000万，你可能也不舒服。我是这么认为的哈。还有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昨天的话，特朗普不是宣布增加关税了吗？您觉得这个会对我们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？您觉得？短期肯定是有影响的嘛，但是从长期来看，就看谁先绷不住吧。我觉得对我们短期是利空，长期是利好。对，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两极事件嘛，就是它增加了关税，对它自己经济也有一定的冲击嘛。对，然后我们，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的。先生你好。你好，想问一下，20万年薪在上海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啊？已经属于中等偏上了吧？我觉得。那您觉得在上海拿到20万年薪的人多不多？应该不会很多。你觉得大概什么样的行业可能会拿到这样的一个年薪？金融。对。还有吗？金融还有中高层白领方面的吧，会偏比较多一点。现在整个大行业都不是特别好。能冒昧问一下，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吗？我是从事汽车行业的。汽车行业。对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最近特朗普不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关税吗？这个会给你们这个行业造成影响吗？其实我们的车是国产车嘛，其实也不涉及到进出口，应该还好一点，冲击不算很大。但整个现在汽车行业的话，也是内卷的非常厉害，像小鹏啊、特斯拉啊、蔚来啊这种新能源车企，其实已经是卷得非常厉害了。像国产品牌的一些车型，其实跟他们的竞争力其实还是有点差的。那现在我们国产的这些汽车啊，现在主要的市场是在国内的吗？对。后续会考虑就是出海啊什么的吗？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计划吧。那您觉得在上海啊，能拿到多少钱的年薪啊？可能说，生活过得比较体面舒服了。其实年薪不年薪的话，主要还是看你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吧。如果说，你不是特别追求物质的，其实你一年的年薪，10几万、20万不到的吧，其实也能过得挺好的。只要你不是追求物质。好。先生你好。你好。想问一下，您觉得20万年薪在上海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？中等。中等。觉得在上海拿到20万年薪的人多不多啊？一般吧，也不是很多吧。您觉得是大概会什么行业可能能拿到这种年薪或者更高？基本上都是应该是金融行业或者销售之类的。就是各行各业的那种销售。对，销售行业或者是那种怎么说呢？大概就这么那个意思吧。对。我想冒昧问一下，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？我是医疗的。医疗。对。现在医疗行业如果说做的比较好的，是不是薪资相对来说会高一些？那肯定的，但我不是，我是医生。您是医生？对，我是医疗行业，对，但是我是医生。心脏外科。心脏外科。对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在上海来讲的话，您觉得拿到多少薪资可能过得比较体面、比较舒适了？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每个人，我只能讲每个人不一样吧。有的人觉得，比如说年薪10来万就够了，有的人肯定是越往上越好了。这每个人，这我只能笼统的这么说吧。每个人不一样吧，对。最近有一个新闻啊，就4月2号，特朗普不是增加了我们的那个关税嘛，就整体叠加到大概54%，很高的一个关税。您觉得这对我们影响大吗？对我们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，我只能这么说吧。对上面，像我这种老百姓是有任何影响的，对。